山河远阔，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欢迎收听悠然心语。嫁给京圈大佬徐东成2年，除了每周3次的例行公事，他一直对我冷淡。后来，徐东成给我姐姐擦泪，私人飞机追回心上人的消息霸占热搜，而我心灰意冷，怀着身孕远走高飞。2年后，徐东成带保镖将我堵在公寓门外。我愣了一下，不等他开口，抢先将怀里的女儿塞给他。姐夫，你来的正好，帮我带会儿娃，男朋友约我吃饭。徐东成一手拎着娃，一手将我摁在门背上，轻笑：姐夫，挺会玩呐，赵景慈。女儿瞪大眼，好奇看着他，我也吓得睁圆了双眼。徐东成看一眼女儿，轻身贴近我，声音压低：赵景慈，你他妈就是欠收拾。办公室里这会儿很热闹，一位女同事订婚，未婚夫送了足有8克拉的钻戒，几乎所有女老师都在好奇围观，羡慕无比。我也礼貌夸赞后，就继续在工位上写教案。女同事平日就有点针对我，现在更是没放过机会。景慈，你的宝格丽婚戒也挺漂亮的。谢谢。虽然只是普通的基本款，也没有钻石，但也算是奢侈品牌嘛。你老公还不错了。我笑了笑，没再说话。大家同事这么久了，连你老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是啊，景慈，什么时候也带出来给我们看看。他工作忙，不爱热闹。女同事笑了一声，切，能有多忙？比市长还忙吗？是啊，吃顿饭的时间总有吧，还不是不重视你。我有点无奈地摇摇头，他是真忙。抱歉，你们懂什么呀？人家是舍不得带出来给我们看。搞笑了，以为大家都惦记她的合同老公吗？我站起身，平静望着面前的女人。我老公一会儿来接我下班，想看了可以一起。徐东成的全球限量版库里南停在校门口时，整个学校都轰动了。而当一身手工高定商务西装、相貌英俊非凡的男人走下车时，所有的女同事都沉默了。我攥紧手带，扬起一个笑脸走过去：老公。徐东成仿佛有些意外，微挑了挑眉，但还是迎过来，接过我的包包，很自然地搂住了我的腰。校长和其他领导闻风而至，个个毕恭毕敬，殷勤不已。毕竟学校里一栋办公楼和图书馆都是徐家捐的。寒暄几句后，徐东成带我上车离开。上车前，我回头看了那个女同事一眼，她咬着嘴唇，脸色有些发白，手上的戒指也不知什么时候摘了下来。我收回视线，轻轻握住了徐东成的手：老公，今天谢谢你来接我。徐东成没说话，只是将我搂在了胸前，又捏了捏我的耳垂：那你晚上好好表现。我这才想起，今晚又到了例行公事的时候。晚上10点，徐东成在书房处理完公事，推开卧室门时，我正在涂抹精油。一抬眸，镜子里就映出男人那道颀长尽瘦的身影。他刚开完视频会，脸上带着一抹很淡的疲倦，高挺的鼻梁上还有眼镜压出的浅淡痕迹。徐东成抬眸看了我一眼，抬手利落地抽出了衬衫下摆，一闪而过间，我看到了他窄瘦腰腹间罗列整齐的腹肌，不由有些后颈发烫。很难想象他工作忙成这样，还能抽出固定时间健身，
将身材保持得这样完美。要不是如此，我大约也不会见色起意，被他迷得晕头转向，刚毕业就嫁了他。放下精油，擦了手，我起身走到他跟前。我来吧。徐东城停了手，我微踮脚，认真地帮他解衬衫扣子。只是扣子还未解完，徐东城就一把将我抱起，放在了妆台上。他低头，轻轻咬了咬我的耳垂，怎么这么香？刚用了新买的护肤精油，徐东城低笑一声，修长有力的大手握住我的腰，指腹摩挲着腰间软肉，又收紧往他怀中一带。我清晰感觉到他的变化，不由羞地垂了眼眸。老公，我趴在他胸口，听着他心脏跳动强劲的声音，忍不住轻喃。徐东城一边应着，一边低头吻我。我原本想要问问他公司新来一个白富美实习生追求他的事是不是真的，毕竟连我闺蜜都有所耳闻了。但徐东城早已对我的身体了如指掌，意乱情迷之下，我的脑子已经渐渐变得空白。妆台上的瓶瓶罐罐凌乱倒了一片，徐东城捏住我的下巴，让我回头去看镜子。镜中映出我绯色氤氲的脸，那双偏圆的杏眼里含了春水一样的潋滟，是被狠狠疼爱过的样子。小慈，徐东城的声音有些嘶哑。我垂眸看着他，他的眼底有着淡淡的红血丝。连着几日加班，他的身心都疲累到了极致。也许对徐东城来说，每周3次已然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但于我来说，却是我觉得自己与他最近最亲密的时刻。心头莫名有些发酸，我强忍着，轻轻低头吻住了他。他有些意外于我难得的主动，抬眸看我一眼后，动作却突然更重更凶猛。一直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住，眼眶都盈了泪，老公，徐东城才抱起我去了浴室。昏昏欲睡的时候，徐东城将我揽在怀里。周如已经被辞退了，是他自己一厢情愿，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困得睁不开眼，只是胡乱点点头，嗯了一声。睡吧。徐东城亲了亲我的额头。周五那晚例行公事后，徐东城就去香港出差了，一直到周二都没有半点消息。下课后，我在办公室喝茶整理教案，邻桌的同事在刷微博，刷着刷着，忽然尖叫了一声：天哪，这是什么小说剧情进入了现实？娱乐圈最顶级的小白花也比不过这张脸吧？私人飞机追回心上人，这是哪个大佬在哄他的小娇妻啊？最重要的是这双手，给他擦眼泪的手，怎么可以有男人的手好看成这样？景慈，你快看，是不是跟你们家徐先生有一拼了？同事将手机对到我面前，我一眼就看到了照片上那双男人的手，修长、净瘦，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枚宝格丽的婚戒，和我手上的正是一对。我下意识地蜷缩了手指，握紧。那双手曾无数次抚摸过我，我更是曾在他睡着后无数次偷偷把玩过。我熟悉他，甚至胜过我自己。也许徐东城自己都不知道，他左手尾指那里有一颗很小很小的褐色的痣，我还偷偷地亲过。看着这张照片，我的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徐东城在给别的女人擦眼泪，而那个女人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
她甚至从没有帮我擦过眼泪。也许她都不知道，嫁给他后我哭过多少次。徐东城的电话打来时，我正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发呆。那张照片好似是导火线，从看到照片之后，就有源源不断的讯息涌入我的脑海。原来我所在的世界只是一本冷门 PO 文，而我是这本小说里的工具人女配。我的姐姐赵景贤才是徐东城的白月光心上人。当初他之所以娶我，也是因为姐姐突然提了分手，又决然出国。徐东城盛怒之下才会冲动向我求婚。与父母姐姐关系很淡的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现在姐姐快要死了，临终的遗愿就是想要死在徐东城的身边。而死活不肯离婚的我，被逼拿掉了孩子。徐东城还要我捐给姐姐一个肾，给她续命。嫁给他2年，他从来不知道，也许是赵家基因问题，我的身体也不好。如果失去这个孩子，我就再也不可能生育。我后天回京，有没有想要的礼物？徐东城的声音是一贯的清淡。我捏着手机，第一次有些骄纵地提出要求，想吃澳门的蛋挞，最老字号那一家的。徐东城仿似沉默了1秒，好，还有没有其他想要的？还想要老公早点回来。我第一次撒了娇，后天就回了。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徐东城的声音好像突然温柔了一些。挂断电话后，徐东城吩咐助手明天转到去澳门一趟。助手有些意外，却还是立刻重新安排了行程。徐东城将手机搁在桌子上，点了一支烟，不知想到了什么，竟突然笑了一下，连带着那双总是沉静疏冷的眼眸，都好似藏了几分无法遮掩的柔色。回家的路上，我姐姐那一组低头哭泣的照片忽然上了热搜，有个网友的热评被顶上了热议。我好像忽然明白白月光的杀伤力了。这条回复引发了好多的热议。是啊，他就这样掉几滴眼泪，或者就这样安静地站在那里，就已经战无不胜了。不敢想，如果我老公也有一个这样的初恋，我一个女人看了都心疼。天底下有男人扛得住吗？就我注意到了吗？给他擦眼泪的那只手好好看。那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只手上戴着婚戒？他太太可真可怜。但是败给这样的女人，好像也没有那么意难平了。卧槽，被扒出来了，大佬派私人飞机接的人。快告诉朕是那位大佬。私人飞机的 logo 显示是徐家的呀。哪个徐家？还能是哪个？我的手机忽然响了一声，进来几条微信。点开，是那天订婚的那个同事发来的。景慈，这是你老公吗？我看他手上的婚戒和你的是一对呀。私人飞机好像也是徐家的，这女主角还是你姐姐吧？别说你们俩还真的有点像，就是你姐姐比你更小白花一点。哎，那天你老公来接你那么大的派头，我们本来都好羡慕的呀。但是现在看来，豪门阔太可真不好当。景慈，你真挺可怜的。我盯着这几行字，没有回复。他说的没有错，婚戒是徐东城的，和我手上的正是一对。私人飞机也是他的，我只坐过一次。他很低调，不喜欢张扬，如非大事，根本不会动用。女主角确实是我异母的姐姐，她从小身体弱，家人因此偏宠她一些。
尤其是父亲。豪门阔太也确实不好当。但其实嫁给徐东城这2年，我的日子还算舒心。赵景慈可怜吗？我很认真地想了想，如果不那么矫情地奢求丈夫全身心的爱的话，赵景慈一丁点都不可怜。但我偏偏只想让她爱我。徐东城回来那天，网上的热议已经完全平息了，热搜早就被撤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不提起，我也只当不知道。盘腿坐在沙发上，小口小口地吃蛋挞。徐东城洗完澡出来时，我已经开始吃第3个了。他走过来，伸手拿走了盒子。晚上吃太多会积食，小心肚子难受。我却一把摁住了，可是放到明天就不好吃了。也许是室内的光线太温柔，连带着他此时的眉眼都柔和了几分。再给你买。他却强势地将盒子拿走，又伸手将我唇角的碎屑拂掉。我还未回过神，徐东城已经低头吻住了我，同时脖子上也蓦地一凉。我下意识一摸，却摸到了一条蓝宝石项链，在澳门无意间看到的，觉得很漂亮，就买下了。我有些怔愣地看向他，心底却是五味杂陈。这只是一份寻常的礼物，还是他心里有愧，在补偿我？怎么了？不喜欢？徐东城又低头轻吻在我眉心，随后那滚烫的吻却又一路往下。我缓缓闭了眼。徐东城，我想说我还没有刷牙。叫我什么？他略重地在我唇上咬了一下，我疼得轻哼，却还是软软抬起手臂，勾住了他的脖子。老公。徐东城好似特别喜欢我喊他老公，而这一次也许是因为出差了好几天的缘故，他要得格外重。只是当他戴着婚戒的那只手握住我的心口时，我还是难受的鼻子一酸，差点掉了泪。心脏跳动起伏，婚戒在我肌肤上烙印下很淡的痕迹。我没让徐东城看到我的落泪，眼泪掉下来那一瞬，我抱紧了他，主动迎合。他情动的厉害，几乎将我揉入他的身体。小慈。最后的时刻，我听到他哑声喊我的名字，一遍一遍。第2日快中午时，我接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小慈，要不要出来喝杯茶？我擦着湿漉漉的长发，望着妆台镜子里的自己，眼前却又仿佛出现了照片中姐姐梨花带泪的那张脸。我缓缓垂了眼眸，有事吗？姐姐。小慈，关于东城和我的那点传言，我想亲自对你解释一下。什么传言？东城没有和你说吗？姐姐好似有点意外。对不起啊，小慈，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你。还有别的事吗？小慈，你是不是生姐姐的气了？耳边传来低低的抽噎声，我不是有意的，小慈，我现在快要死了，我没有办法，我实在太想他了。我轻轻挂断了电话，心里不知该难过还是该痛恨。我被蒙在鼓里，欢天喜地嫁给了心爱的男人，却不知自己只是一个炮灰而已。我没有办法接受书里安排的结局，因为自始至终被蒙骗的我没有任何错。我不想被拿掉孩子死在手术台上，器官还要摘下来给别人，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10月底的北京已经开始转冷。徐东城下飞机后，没有如从前那样先去公司，反而吩咐司机直接回家。近期他颇有些忙，
已经差不多半个月没有见过赵景慈了。车子驶入别墅，徐东城下车，佣人忙要接过他手中东西，他却抬手制止了。太太呢？佣人一怔，太太去 C 市参加学校组织的教研活动了。先生，您不知道。徐东城的脚步蓦地顿住，他缓缓抬起头，看向2层主卧漆黑的窗口，整个景园都静寂无声。他从来都不知道赵景慈不在的家竟会这样的安静清冷。太太什么时候去的？佣人小心翼翼回答：前天。徐东城没再说话，迈步进了主楼。他走进书房，拿出手机查了一下 C 市的天气，眉宇渐渐深蹙。C 市三面环山，近期一直阴雨连绵。新闻上说，有几个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山体滑坡的事故。他莫名的有些心慌不安，但赵景慈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徐东城是在凌晨4点钟赶到那座城市的，雨连续下了3天3夜。泥石流来的时候，赵景慈没能逃出去，甚至被垮塌山体泥浆吞噬的尸体都再没办法找回。校长吓得腿软，汗流浃背，根本不敢和徐东城对视。徐东城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赵景慈的手袋，那是他唯一留下的东西。校长额上冷冷涔涔而落：徐先生，为什么要安排他来这里参加活动？不是这样的，徐先生，这一次教研活动是赵老师主动报名的。徐东城忽然抬起头看向校长，他主动报名的。是的，本来想着这里比较偏远，环境也不好，我们事先安排的是其他老师。笑话，学校每年收到徐氏上千万的捐助，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为难徐太太呀。徐东城的视线好像定格在了某一处，是他疏漏大意了。其实这段时间他有很多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太过放在心上。他甚至以为他愿意对他撒娇，他依赖他，缠着他是好事儿。他乐见到他变成这样一位太太，却忘了去探寻他为什么忽然变成这个样子。又一个深夜，徐东城已经2日2夜没有合眼，只是此时他站在书桌前，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些纸张。那是从赵景慈的手袋里找到的，是一份离婚协议书，还有一封很短的信。离婚协议是打印的，赵景慈已经签好了字，但信是他手写的。徐东城，你和姐姐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和你分开。离婚协议书我准备好了，等我从 C 市回来，我们就离婚吧。2夜未睡，徐东城一双眼底布满了红血丝。及至此时，看完这些东西，他不知是何种情绪，攥着离婚协议书好一会儿，竟是低笑了一声。而下一瞬，那几张纸被他揉成一团，狠狠扔进了废纸桶中。我的葬礼办得十分低调，因为遗体不可能找到，所以只立了衣冠冢。甚至无所不能的港媒狗仔都没拍到徐东城去参加葬礼的照片。八卦传言，因为我的意外身亡，赵家已经开始张罗着想要将姐姐赵景贤嫁过去。对此，徐家包括徐东城本人的态度都不明了。我不想再看这些，关掉了网页。其实书里面，因为这场意外事故死掉的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他和我关系一向不错。他
他家境普通，刚刚结婚生下一个女儿，夫妻恩爱，十分幸福。书里面，她死后，丈夫痛不欲生，几次寻死，没有再娶，甚至穷尽一生都没有放弃找回她的遗体。这一次，死掉的是多余而又碍眼的赵景慈，而她可以一家三口继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其实我心里挺满足的。我这个人向来胸无大志，安于现状，但这一次，我竟然也悄无声息地改变了一个好姑娘的命运。这让我觉得自己20多年平平无奇的人生，好像也没那么平庸糟糕。只是可惜，书里面的我是炮灰，早早下线了，所以后续的剧情我一无所知。但这样也好，以后的人生充满未知的可能与惊喜，好像也不错。第2年秋，我在南方小城生下女儿佑佑。因为整个孕期我迷恋田佑到了疯狂的地步，所以女儿的小名就直接叫了佑佑。那时候我改回了母亲的姓氏，有了新的身份，再不是赵家的二小姐赵景慈了。佑佑100天的时候，我从新闻上看到赵景贤病危，医院连着下了10几张病危通知单。但后来是徐东成从国外亲自请回的专家团队，奋战整整1夜，又救了他一次。他转回普通病房时，身边簇拥着亲人和朋友。我在照片的角落看到了徐东成的衣角，而此时佑佑正因为新生儿肺炎入院治疗。深夜陪在他身边的只有我和保姆2人。我的姐姐赵景贤是赵家嫡出的千金大小姐，从小到大，她就轻而易举地拥有了所有宝贵的东西。我奢望的爱情，她也随手就能丢弃。但幸运的人就是如此，再怎样做，世界的中心还是她。我忍不住摸了摸佑佑软嫩的小脸，背过身去潸然泪下。虽然痛苦难受，但我不后悔，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佑佑这个孩子存在，我会是什么样。赵景慈周年忌日那天，警员主卧的灯亮了一整夜，在 C 市逗留了1年的搜救队仍未找到赵景慈的尸体。所有人都明里暗里劝过他，让他放弃，但实则他心里一直有个十分离谱的念头：找不到尸体，赵景慈是不是就有可能还活着？他手里攥着那条蓝宝石项链，疲倦至极地靠在沙发上。那一晚也是在这张沙发上，他亲手给赵景慈戴上的项链。那时候他还在欢喜，他终于像个小妻子一样肯对他撒娇了。但其实当时他应该已经听到了传言，哪怕他第一时间将热搜降下去，所有的新闻都撤掉，但世上怎会有不透风的墙？不知为何，这会儿突然想起那天晚上一帧一帧的画面，他忽然主动的迎合，忽然的紧紧拥抱，尾音都在站立的一声又一声老公。到底是情动无法自持，还是在偷偷的难受哭泣？徐东成缓缓摊开掌心，蓝宝石在他眼前璀璨夺目，但却怎么都及不上那晚闪耀在他胸前的美丽。他向后靠在沙发上，闭了眼。不甚明亮的光线下，没人能看到他眼角缓缓滑下的一抹湿痕。阴入浓密的鬓发很快消失无踪。徐东成站起身，小心地将项链放回盒子里。他抬眸看向挂在墙壁上的婚纱照，
照片上赵景慈笑得羞涩又温柔，他望着他的那一双眼里，是真切的，掩饰都掩饰不住的爱意。徐东城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让人从 C 市撤回来吧。不继续找了吗？不，继续找，去国内每一个城市找。徐先生，如果国内找不到，再去国外。是，徐先生，那我们是先去哪座城市？徐东城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座小城的名字。那是新婚时赵景慈对他提过的，他亲生母亲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亲生母亲埋葬的地方。但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母亲出生长大的城市。接到从前邻居电话的时候，我十分意外，但意外之后又很快平静。其实我的死盾根本不严谨，徐东城早晚都会想到。只是我现在更担心的是不是不管我怎样努力，都要走回原来的剧情？徐东城找我的最终目的，是不是还是为了那颗肾脏？毕竟姐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总不可能每一次都这样幸运地被抢救回来。我是她的妹妹，配型的成功率应该很高，何况书中的原剧情就是如此。我死后，徐东城将我的肾脏移植给了姐姐，他们修成正果，白头到老。而炮灰女配，没人会去疼惜她、怜悯她，所以我该怎么去避免这一切的发生？佑过完1周岁生日不久，我要出门办事时，她又如树袋熊一样挂在了我身上，不肯撒手。不管保姆怎么哄，佑都不肯下来。就在这时，徐东城带了10几个保镖出现在了我的公寓门外。我愣住了，挂在我身上的女儿也愣住了。徐东城的目光先是落在了我身上，然后才一点点地下移，落在佑身上。我不等他开口，抢先一步把女儿抱起来，直接塞给了他。姐夫，你来得正好，帮我带会儿娃，我男朋友约我吃饭。父女2个第一次见面，大抵不会有什么温情时刻。都说父爱是需要培养的，佑又可爱讨喜，让他多带带，他总能对佑有几分的喜爱，说不定就对我爱屋及乌了呢。没人想死，没人想平白少一颗肾。我不想当冤大头，但我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现在我先撇清干系，表明立场，绝不会插足他和姐姐之间，也希望他能对我高抬一抬贵手。徐东城仿佛被我气笑了，他一手拎着娃，一手直接把我摁在了门背上。姐夫，你挺会玩啊，赵景慈。女儿瞪大眼，好奇看着他，我也吓得睁圆了双眼。保姆原本还想拿电话报警，却被徐东城的保镖毕恭毕敬请了出去。门关上时，我听到了一句：“那是我们家太太，您别担心，不会出事的。”我被太太2个字搞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徐东城冷哼了一声，垂眸看向被他拎洋娃娃一样拎着的女儿，目光好似又带了点柔和。你先待在这儿。徐东城将女儿拎到围栏里的游戏毯上放好。女儿在我跟前就是混世魔王，不离身的挂件。往日如果我在家，想要把她放入围栏，根本不可能的。但现在徐东城让她待里面，她就乖乖地坐在了毯子上。这个见风使舵的小坏蛋。徐东城将女儿安置好，走到我身边。许是顾虑着女儿会听到，他又看了女儿一眼，才轻身贴近我，将声音压低。
赵景慈，你他妈就是欠收拾。他话说完那一瞬，却又忽然红了眼，一把将我紧紧抱在了怀中。我的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一般，僵硬到了极致。徐东城的脸埋在我的肩窝处，滚烫的鼻息落在敏感的肌肤上，随后却又有温热的液体落下。我忍不住站立，却又不敢相信一般，想要推开他去证实，可徐东城不肯松开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哑着嗓子开口，去收拾东西，跟我回京。回京干什么？你说回京干什么？赵景慈，你带着我女儿跑了这么久还不够？你和姐姐，我回报她的已经够了，肾脏移植也等到了合适的肾源，以后她的事都和我没有关系了。她的情绪已经平复，此时再看过去，除却眼底一片深红之外，再无异状。我几乎都要怀疑，刚才的眼泪是不是我的错觉？回报？我愣怔了一会儿，才抓到了这个字眼。徐东城看我一眼，对，回报。你亏欠过他？想什么呢？徐东城将我耳边的乱发整理好，却又很自然地握住了我的手。小时候他意外救过我，当时我差点死在荒郊野外，是他打电话报警，又帮我包扎了伤口止血，我才捡回一条命。我承诺过的，欠他这一份恩情，一定会回报。等等，我忽然打断他，你说他小时候打电话报警救过你？是不是在西郊的那个未完全开发的山景区？没错。他给你说过？我怔然望着他，只觉心底五味杂陈。可是徐东城，这件事是我给姐姐讲过的。我笑了一声，接着却又落了泪下来。姐姐告诉我说，让我千万不能说出去，说你肯定是被人追杀的，我会惹祸上身。当时我年纪还小，很听姐姐的话，就再也没有和任何人讲起过。小慈，徐东城脸上的神情，震惊、错愕、愧疚交织一起，到最后全都化作了一片痛惜。他伸出手想要抱我，我却往后退了一步。徐东城，你只是为了报恩，还是说你其实喜欢我姐姐？如果你喜欢她，为什么勉强自己娶我？你给她擦眼泪，用你的私人飞机接她回国。你们闹上热搜时，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没有为她擦眼泪。私人飞机的事，是你父亲打电话求我，说他病得快死了，无法回国，我念着救命之恩才安排的。可是照片都拍到了你给他擦泪，狗仔拍下的有完整版视频，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看，反正你怎么说都有道理。赵景慈，我只有一句话，我不是个儿戏感情的人，如果我喜欢的是你姐姐，我不可能会娶你，因为我绝不会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做妻子。可是没有可是，我想要告诉徐东城，书里不是这样写的，书里我们的结局不是这样的。可这一切听起来实在太像天方夜谭，而我已完全不知新的剧情会怎样发展。又对徐东城充满了好奇。这2日，他不再黏着我，反而时时刻刻都跟在徐东城的身后，像条可爱的小尾巴。徐东城比我力气大了太多，他一只手就能把佑拎起来举高高，这对于佑来说可是从未有过的体验。父女俩相处得极好，佑这个小白眼狼几乎都把我抛在了脑后了。
临近回京的日子，我却莫名觉得心神不宁。徐东城把佑佑哄睡后，敲了我的房门。做了2年的夫妻了，如今再面对，我却仍是拘谨。徐东城轻笑了一声：“别怕，我不碰你。”“那你来干什么？”徐东城抬手松了一下衬衫领口，低低说了一句：“很想你，想和你多待一会儿。”我知道自己很没出息，但这世上又有几个人能抵挡得住心爱的人说出想念？小慈。徐东城伸出手，将我拉到了他怀中。怀孕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还好，佑佑很乖，我几乎没什么反应，就是超级喜欢吃柚子。生产的时候呢？其实生产的时候还是吃了点苦头的。赵景贤的身体很糟糕，我也不如常人那样康健，但好在平安度过了那一关。本来想顺产的，但是出了点意外，顺转剖的时候时间很紧张，麻药还没有全部发挥作用。时至今日说到这些，还是会忍不住掉眼泪。女人生产犹如过鬼门关，个中辛酸只有最清楚。而那时候没有人陪在我的身边。小慈，这辈子我们只要佑佑一个孩子。徐东城捧住我的脸，指尖有些站立地为我擦眼泪。可我的眼泪实在太多了，怎么都无法停止。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没有做一个好丈夫。他低头吻我，声音里有藏不住的哽咽。为什么我都死了，你还在不停找我？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连一天都没有办法撑下去。没在 C 城找到你，我就总想着，也许你还活着，在某一个地方。做丈夫的，怎么可能会抛下妻子不管？就算你真的死了，我也得让你入土为安。你不喜欢姐姐，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如果告诉我，我就不会走了2年，就不会一个人生下佑佑。徐东城，你为姐姐请来国外专家，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时候，我正一个人在医院照顾佑佑。你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难受吗？我真的恨死你了，徐东城。那种压抑在心底很久很久的痛楚和委屈，终于彻底地爆发了出来。我哭得泣不成声，渐渐却又嚎啕失态。徐东城紧紧抱着我，喉结滚动，眼底一片通红。小慈，徐东城。我抬手把眼泪抹掉。你知道吗？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姐姐才是你的心上人，你的女主角，而我只是一个炮灰女配，一个被你拿掉孩子，被你摘掉肾脏给心爱女人的炮灰。所以当我看到你和姐姐的绯闻，当我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我有多害怕，多恐惧，你知道吗？可是小慈，我怎么可能这样对你？我娶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怎么会伤害我喜欢的人？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另一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但就算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我徐东城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妻子。更何况，小慈，你觉得这样一个男人有资格做那个世界的男主角吗？他再一次温柔地抱住我，不要乱想，从始至终，我只有你。回京后不久，赵景贤的手术失败，他的时日已经无多。我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把我一个人留在了病房。那时候的赵景贤已经像一朵完全枯萎的花。我看着他，忽然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了。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不再清明的眼底，一片浑浊的眼泪。小慈，到了这一刻，我才不得不相信一句话：
不是你的东西，再怎样费尽心思去抢，也终究不是你的。我以为救命的恩情，一些青梅竹马的情分，他总会对我有几分的情谊，可最终他却仍是爱上了不起眼的你。赵景贤的眼泪缓缓流了出来，妹妹，我是真的好羡慕你。可他却又怎会知道，我的整个青春都蒙尘在他的光芒之下。曾经我又是多么的羡慕他，可为什么人总是学不会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呢？得陇望蜀，到最后只是黄粱一梦而已。我离开医院的第二天，赵景贤永远停止了呼吸，赵家人哭天抢地，痛苦不已。而此时，我已经不再介怀，当初我死在泥石洪流中时，他们是否也这样的悲痛过？当然，这一切对我并不重要，我也不会再为此难过。生命里有了更重要的人和事在等着我。徐东城来接我回家，佑佑在高大英俊的他怀中，就像一个可爱的娃娃。见到我，他就欢喜地咿咿呀呀舞动着小胖手，想要我抱。徐东城抱着他走到我身边，奶香的小团子立刻扑到了我怀里。我亲了亲他的小脸，回家了。但车行到一半，徐东城却忽然让司机改变了方向。今晚让佑佑在老宅住。他抱着女儿，却又握着我的手不肯放，爸妈想他了。我目视着前方，却又忍不住轻笑，怕不是某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徐东城一本正经地抱着女儿，微侧身在我耳边道：“徐太太原来这么坏呀。”我瞪了他一眼，他低笑了一声，更紧地攥住了我的手指。佑佑还是被送到了老宅，甚至连着住了3个晚上。徐东城这人不知是什么时候打通了任督二脉，坏得令人发指。我被他吻得意乱情迷的时候，忍不住一声一声叫着老公，他却掐住我腰，将我摁在床上，怎么不叫姐夫了？不是喜欢这样玩？我气得瞪他，但此时瞪他这一眼，却也含着柔软的春色。他扯开领带，随手扔在一边地毯上。又解皮带的时候，我终于还是败下阵，别过脸闭了眼。小慈，徐东城低了头吻我，细细密密的吻不断落下，直到最后落在那道剖腹产的刀疤上。剖腹产不是单纯的剖开肚子那样简单，总共要剖开7层血肉。肯为你孕育孩子的女人，你必须要用自己的命去爱她。徐东城轻轻吻在了刀疤上，我已经预约了手术，小慈，我们不生了。可是他也许知道我想说什么。徐家这样大的家业，他又是长子，这些事你不用考虑，我会解决。再说了，难道女儿就不能继承家业了？当时我只当这是一句玩笑话，却没想到很多年后，我们的女儿当真女承父业了。夏威夷的阳光特别好，佑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和徐东城正在惬意的日光浴。穿着套装、画着精致妆容的女儿，已经有了女强人的模样，却在视频电话里撅了嘴撒娇：“爸爸妈妈好坏，你们去独家享受，把集团的事都推给了我。我已经忙得2周没有休息约会了。怎么，你的小男朋友生气了？”佑佑笑得得意又幸福，他才不敢呢。人家怎么不敢？人家可是港城的太子爷。徐东城的声调里怎么听都带着醋劲儿。那又怎么了？我还是京圈的公主呢，是他高攀了。你呀，别总是欺负佳明。我笑着劝了一句，女儿也忍不住笑，
知道了，知道了。结束了通话，我问徐东城，我们是打算让女儿不外嫁的，你觉得港城那边周家会同意吗？不同意就拉倒，反正又不可能离开北京的。算了，孩子们的事情让他们去解决吧，我是不想管了。徐东城伸手把我拉到他怀中，你早该把心思全都放在我身上了。为老不尊。我失笑，却又幸福地偎入他怀里。这一次，这个世界的剧情由我赵景慈亲自来书写了。我想，再不会有比这个结局更圆满的故事。全文完。